面对中共在香港的恶行啊，我们不要把国际社会的抗议能起多大作用估计得过高。那首先啊，中共它不会遵守任何国际法规的。比方讲，中共对国际人权公约从来就不放在眼里。你如果用国际人权去要求它，等于是鸡同鸭讲。那有人说我们用国际法，对不起，中共同样藐视国际法。南海中共这个用强占公海造岛，海洋国际法庭仲裁庭裁定中共的诉求无效，菲律宾胜诉，中共理都不理。再讲，如果说对中共用道德劝说，要他不要那么恶行恶状，那中共的目标正好是称霸全球，所以你劝他不要恶行恶状有效吗？不可能啊。最后，如果你说要讲国际约定，那比方讲香港收回之前，中英联合声明讲50年不变，这里面不变包括言论自由、游行示威的自由不变。但中共回答是，那是历史文件啊，现在不算。所以国际约定都是历史文件，但是有的文件他说算就算，他说不算就不算。比方讲这个两岸共识，所谓9·2共识，他没有文件，他说有约定算数，那就不算历史文件讲的。尽管是口头说法，那个东西不靠谱，但是中共说硬要说它有，那就成了所谓的比文件还刚硬的东西。中英联合声明那是经过英国国会讨论的，本来具有国际约束力，那中共说那不算，不算就不算，没有人有办法逼着他算。所以啊，关于香港的所谓一国两制，或者说对几乎中共提出来一国两制所涵盖的所有地方，你在面对的是一个充满国际野心、完全无视国际诚信、藐视国际法规的共产党政权面前，这些东西都没有真实的约束力。所以这种情况下，中共只要想在香港贯彻一国一制，国际社会除了谴责抗议，没有什么有效办法来改变。西方国家不可能为了香港和中共发生军事冲突，发生军事冲突也没有什么结果。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制裁。那么对中共最名正言顺的制裁是64以后老布什颁布的，但他很快就悄悄地一步一步放弃了。为什么？因为当时港台投资开始到中国投资了，美国商界乐见其成。那么现在经济全球化的状态下，香港这个政治自由如果丢了，西方国家说为此对中共进行经济制裁，它同样会伤到香港经济，所以从经济上也会毁掉香港，所以经济制裁其实也不可行。那我们必须了解的一点，中共不是良善之辈，他讲的越崛起，其中包含了一层意思，就是要当国际恶霸。你中共翻译成中共使用的外交语言，就是中国要参加国际规则的修订，国际规则要满足中共的需要。这个话的真实含义是说，只要任何让中共不高兴的国际规则、国际法规，他这个国际恶霸就要否决。那么这是就中共和国际社会的关系讲。如果就中港关系来讲的话，中共关于一国两制的承诺根本就不是香港前途的保障，更像是中共在香港头上套一个紧箍咒，有点像《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和唐僧的关系。那香港的民众就像孙悟空，那么中共就是唐僧。那么一国两制就是孙悟空头上套那个紧箍咒，而不是头上那个箍。那唐僧高兴的时候他不念紧箍咒，他不高兴了就念，孙悟空就头痛难活下去。但是呢，唐僧和孙悟空之间呢没有什么协议哦，也没有什么文件，也没有哪个菩萨真的随时的监督唐僧，说你不能按规定，你不能什么时候念紧箍咒，只能什么时候念，没有管，没有菩萨管他，所以唐僧想念就念，他只要一念，孙悟空就活不了。这就是香港的真实状况。香港这个孙悟空哪里有地方讲道理去？所以香港现状恶化的教训就是说，一旦一国两制的真相展现出来之后，如果孙悟空被套上了紧箍咒之后，他只能听任唐僧摆布。中共在台湾也讲过一国两制啊，这种承诺可信吗？
要看到香港今天迅速被中共推进它的一党专政，政治自由被步步剥夺。如果有谁还要说我们要信赖中共，那他不如就放弃中华民国的国籍，就移居，直接移民中国大陆，去到大陆当顺民，然后在那里讨一口饭吃。那么像两岸这个所谓的九二共识，连签字的文件都是没有的，更是没有任何约束力。所以去空谈什么九二共识也好，一国两制也好，我觉得都是在说难听一点，是为中共张目。那能不能够指望中共弃暗投明，走向民主化？64之后啊，虽然是中共加大了经济改革开放的这个速度，加入了这个世界贸易组织，也经济一度的出现繁荣，但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中国的所谓改革走向其实已经被64镇压锁定。所以不管中共的经济改革如何推进，它64以后已经确保了，已经确定了一个死保政权、绝不松手的执政方针。所以中国不会发生中欧国家那样天人无革命，也不可能出现共产党领导之后放手了，然后出现了这个东欧和中欧国家的所谓民主化。那么如果有人说以前对这个共产党会不会追随共产党阵营的民主化潮流要抱一点期待，那么香港一国两制的死亡其实已经给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就是中共经济成功，中共不会松手，就是对他要实行一国两制的地方不会松手。如果中共经济不成功，中共更加不会松手。所以从这个意思来讲的话，这次这个香港这个事件，其实让我们看到的是，一国两制已经死亡了。一国两制的死亡意味着说，这个一国两制中共提出来这个政策涵盖的地区，与中共之间的所谓的良好关系也死亡了。以后继续谈和中共保持良好关系的愿望，这个本身如果不是政治幼稚、思维当僵化，那就是别有用心了。你看到香港现在的局面，香港连言论自由都不能再有了，私人财产也随时可以冻结，只要你得罪中共。那这样的话，大家去看一看，台湾的民众现在好歹是有政治自由、有选举自由、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台湾难道为了一国两制要步香港的后尘，沦为和大陆一样的状态吗？哪个大陆人，包括今天在香港的在台湾的陆生，谁敢在台湾自由的表达言论呢？在大陆更不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中共是要把任何他想控制的地区和人民变成他的羔羊，而且是待宰羔羊。他想宰你的时候，你只能被宰，没有选择。这是想当羔羊的人的意愿吗？当然不是。1997年香港被收回的时候，香港民众没有想到恶法治港会来得这么快。那所谓的恶法治港，一个就是香港的英式法治被中共的恶法替代了，第二就是香港传统的法官独立判案变成了法官替中共为虎作伥，不然就被一脚踢。所以现在的香港和1950年的上海非常相似。当年国民党是撤离中国大陆了，所以就不太了解当地的工商界留下来那些人他们的感受了。当时中共占领上海的时候，一进城对商界还有市民是满脸笑容告诉他们一切照旧，大家放心一转眼，中共就变成专制的嘴脸。先是全面接管治安，把警察接管了，换上他们的人，然后全面接管司法系统，然后控制所有报社，变成喉舌，接下来就是打击商人，最后是推动共产。上海曾经是被号称东方巴黎的，
从此就失色了。我是上海人，我很清楚这一点的。那么与此同时，上海的失色正好伴随的是香港的迅速崛起，它取代了上海的经济金融地位。然后到中共改革开放的时候，香港是俨然的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成了中国大陆人向往的地方。当时整个中国对外经商，还有引进外资、对外贸易，全靠香港在架桥铺路。那如果香港制度的不变，中共承诺50年不变的，现在50年只有过了一半不到，中共已经开始全面接管香港。那么当年中共在上海、广州占领这些大城市以后所采取的那一套手法，现在已经一步一步搬到香港。我希望最后就这一站，不要再搬到任何其他地方，也不能让它搬到任何其他地方。